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如果有在我们分享讯息中有所收获，请不吝支持我们慢好频道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期待能在股海实战中和大家一起共好。这集是特别加开的美债 ETF 实战第7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4年的10月25日。这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持有美债的过程中，在美联储9月18正式宣布降息之后，美债部位从9月中的高点一路下滑至今，暴跌超过100万的心情感受会是怎么样？今天集邮加开的特别篇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用美债 ETF 实战第5集，也就是上个月9月6号的美债市值损益，来跟10月22日收盘价美债市值损益来做比较。债券损益从9月6日的1191523元回荡到下图我们看到的-26430元，美债部位回荡了120万左右。事实上，我美债部位损益最高的时候，大概在9月11日左右，正损益最高有来到超过140万。如今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美债 ETF 部位大幅度的回荡100多万元。倘若用报酬率来看，大概回荡了 12%。以20年美债来看的话，大约是把降息2码的涨幅全部都还回去了，而且似乎还多还了一些。究竟我们心理感受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等会跟大家做个分享。上一集我们谈到，我们认为是点阵图预估没有积极的降息路径，所以近期正式降息后，反而一路的拉回。很有趣的事情是，我回顾了去年美债部位的表现，发现美债部位的亏损，在2023年10月23日来到-48万元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向上，然后上上下下，来到今天，损益可以缩回到0元，但从去年的-48万元来到0元，也算是涨了48万元。回顾去年的美债部位，以及近期的美债部位，不禁充满好奇，今年会不会也在10月23日见到底部呢？真的很期待接下来美债的走势，我其实是抱持着好奇的心情，在期待接下来美债的走势。所以如果各位好奇我的心情是怎么样，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恐惧，或者担心美债会不会继续往下，反而是很好奇，会不会今年10月23日又是一个巧合的低点。我们将时空背景拉回到今天，由于美国经济数据都开出超好的成绩，市场又开始反映出不急住降息的声音。其实市场有蛮多声音在质疑美国开价数据，我们回顾过去，知道只要选举年的美国经济数据是好的，执政党连任的几率就非常高，所以可以理解，也许真的有开假数据的可能。我们知道，美国总统大选将于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举行，市场也引颈期盼着究竟奖落谁家。不过一旦大选结束，数据校正回归之后，会不会市场突然又要经济衰退了，然后开始加快降息的步调了？我想这也是一种市场的走向。我们先期待大选的开奖，再来看我们的分享有没有道理。相信应该不少投资朋友都看过这个梗图，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梗图，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可以用来表现这一个月美债蒸发100万的意境。我的财富自由啦。如果有一点回音，应该是更有感觉才对。我的财富富自由啦啦啦啦啦。以上是玩笑话。我们话说回来，我之前说过，美债部位就是我们遇到股灾来临时最重要的现金储备来源。一旦遇到景气循环的衰退期，大盘下杀超过30%，这时候一定要逢低加码，三角形买法，跌越多越买多，买越多赚越多。历史经验不断的告诉我们，只要大盘回荡超过30%，这时候跟住国安基金进场，通常1年后回头来看，市场回归到正常时，在股灾布局的部位，应该都能有翻1倍的绩效。把握每一次股灾来临，把握好机会，财富重分配。Confidence comes not from always being right, but from not fearing to be wrong. 自信心不是从永远正确而来，而是来自不害怕去犯错而来。这句话说得蛮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倘若是一个一路上顺风顺水的成功人士，从来没有跌过跤，我们反而没有自信，他能一路的继续成功下去。而一个曾经遭遇挫折，但没有被挫折打败，从失败中得到成长，再度站起来的成功人士，我们对这样的成功人士通常更有信心。我想有件事情因为非常重要，所以要再特别的说明一次。这时候，我们布局20年美债，是因为升息循环已经到了尽头。如果是降息循环，布局长债不仅可以赚到股利，幸运的话还可以赚到价差。不过，这位投资朋友也要知道一件事，倘若今天时空背景回到2021年的时候，这时候美国基准利率是0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假使通膨不失控的话，也不太可能一直维持0利率，正常的通膨率约莫在 2% 左右。钱放银行一直被通膨吃掉，这样就没人会想要把钱放在银行，这样金融秩序一定会有问题。所以迟早美联储就需要缓步升息，来解决大家都不想把钱存在银行的问题。只要是升息循环中，基准利率上升，
美债殖利率就会同步的上升，那么与美债殖利率成反比的债券价格就会向下，越长年期的债券价格会跌越深。所以在股债布局的资产配置中，为了降低股债配置组合中的波动程度，我们从缺右上老师的书中可以得知，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来取代20年期的美债 ETF，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。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， 波动度可以降到20年期的一半。当下一次景气循环中，再遇到类似2022年这一种暴力升息，导致股债双杀的情况下，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布局，可以在投资组合中非常有效的降低投资组合下跌的幅度，真正的将美债防守的威力发挥出来。稍微做一下功课也不难知道，股神巴菲特持有的债券部位都是以短债部位为主，所以待这一波降息循环结束之后，我们会将美债布局部位陆续的调整到7到10年期的美国公债，这样能更有效的降低股债来临时整体投资组合中的跌幅。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，我原先已经布局好美债部位了，但是近期研究后发现，美债正2和50正2一样是透过购买期货来达到美债正2的报酬。由于期货有正价差的损失机会，也有逆价差的隐含配息获利机会。根据美债正2公开说明书的研究，发现美债正2有机会吃到逆价差隐含配息，所以在降息循环中是可以安心持有美债正2的。美债正2比较大的风险就是不降息。研究好之后，就开始买绿不买红，分批加码美债正2。如果对于现金流比较在意的投资朋友，可以考虑买美债原型搭配质押来杠杆，可以不要使用正2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工具。这一页和下一页是近期持续买绿不买红的对账单，言行一致是重要的。我们研究美债正2有正价差损失机会，也有逆价差的隐含配息获利机会。在降息循环中，可以中长期持有美债正2，最大风险就是不降息。不过别人研究的，通常自己不一定可以理解。身边朋友经常请我知道如何布局，一段时间观察后发现，其实我说的明白，但因为不是自己研究的决定，多数人并无法克服恐惧，踏出那一步。建议投资朋友下单前，一定要自己研究过要买入的股票，买起来肯定会踏实很多，在长期投资的道路上也会觉得比较安稳。我们读完资产配置的概念，了解股债平衡可以降低波动，但是代价是损失报酬率所换来的。使用股债平衡质押系统，如果股票上涨，不会因为满手债券空手股票而患得患失，还可以因为股票市值增加，使用质押跟银行借钱买债券。如果经济衰退或金融市场失序，造成股票下跌，此时因为降息就经济的预期，债券会上涨，这个时候可以卖掉涨高的债券来买跌升的股票。整个过程，股票下跌，债券上涨，整户市值不变。如果股票下跌的速度比债券上涨还快，而有维持率偏低的风险，只要卖掉一点点的债券去还款，或者用没有质押部分的股票补充当分子，来拉高维持率就可以了。谈到使用股债平衡来资产配置的概念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缺右上老师好书里面有学到的资产配置。我在2020年学习股神默默在做的事，获益良多，推荐给各位投资朋友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去买或者到图书馆借来看都可以。这张截图比较不清楚，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您可以承受全股票部位的波动风险，我们知道全部投资股票，投资报酬率一定是最好的，但不是每个投资人都能承受股市波动幅度，所以必须要在股海实战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波动度，进而做到适合自己的股债平衡。不过究竟多少部位需要进行股债配置？我建议新台币500万以内先不用考虑债券，当股票部位到达新台币500万之后，再考虑开始研究美债，练习股债平衡系统。一旦布局部位超过新台币1000万之后，想必对股债平衡系统已经熟悉了，可以很上手的进行股债平衡系统。利用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，最受欢迎的配置比例是股6债4。使用股6债4的资产配置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股6债4平衡策略申报到现在，平均报酬率达到 14.8%。我们建议保守一点，将平均报酬率打个8折，以10到 12% 平均报酬率来估计。倘若每年能稳定有10到 12% 的投资报酬率，专注本业，将本业收入的投资大部位放到正确的股6债4投资组合中，以10到 12% 平均报酬率来预估，资产将惊人的以每6到7年翻1倍的速度快速的增长，您的资产将可以快速的累积，大幅缩短到达财务自由的时间。希望我们分享的知识能够对你有帮助，也请您留意我们免责声明，有意分享的理财手法是我个人理财的操作与分享，请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。倘若跟单操作一次审慎评估后的决定，需盈亏自负。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
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